本王。乔州王爷是有这方面。这样，你去东边选，我去西边，半个时辰后在此处合流。回馆买鸡啊？要哪只？这只好特别。啊，这只有点丑，它是我昨天在山上抓的，屁股的毛都烧焦了。你要不换个别的？不用，我就要这个。行，那我给你便宜点。不用不用，它就值这个价，卖便宜了，他会不高兴。鸡还会不高兴？走。你这个毒妇，放开本王！放开！别拔我！啊！醒呀！我还以为你要死呢。吃个饭，来。我怎么声音这样？吃饭吧。放肆！灵界堂堂一霸，银枪平四海，战八方。放眼灵界，谁敢轻慢我一句？你这凡人竟拿本王当家禽戏弄，简直欺人太甚！哼！莫急莫急，这儿还有好多呢。我的灵力呢？
谁让你失手了？不吃就不吃吧，那我们先洗个澡。哎，谁说要洗？啊？喂，你莫爱我！你干什么？你大胆！疯干嘛？放肆！你再敢动本王一根汗毛试试！走喽！水性不怎么样，该不会淹死了吧？喝了这么多水，保持呼吸，记住，只要不断气，就不会死。真不容易，这会这点东西故意折腾我的吧？等我恢复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做人要有礼貌，无名行云，可不是什么混账东西，水性真长。此人这般看来，却有几分清冷淡漠的神圣模样。要喝药吗？脚麻了。看错了，此人分明普通极了。没想到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反而恢复了一些体力。不错。不行，体内还是空空如也。唉，果然灵力是不可能恢复的那么快的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灵界的人暂时无法探出我的气息，但依照灵尊的雷霆手段，找到我只是迟早的事。到时候我若还没有恢复灵力，疙瘩，谁来吃饭了？谁稀罕？来吧。尴尬。放这儿吧。快点儿。这人身上怎么有股淡淡的药香？唇色泛污，眼下略有黑影。短寿之相。原来是个病秧子啊！如此一来，这凡人虽看到我许多丑模样，但好在命短，待死后忘却所有，而我依旧是光鲜的碧苍啊！绝不会有任何污点，甚好。这毛，放肆！闻着还挺香，试试吧。这糕点，好吃的不太正常啊！这么好吃，
不错不错，大胆，居然敢俯视本王！在灵界，本王可是文臣怕，武将敬，别的男人离本王3步就开始哆嗦了，他竟然敢俯视本王！哼，罢了，看在他做的吃食还不错的份上，放过他了。嗯，没了。哎，再搞一点，快点啊！麻溜的。今天就做了这么多，改天再给你做。放肆！竟然用这么点东西就打发了本王，你起码得多备一些吧？我该出门了，哥呢？把这看好了，我卖完身就回来。啊？卖身？这青天白日，堂堂8尺男儿，好手好脚的，没想到竟做这样的营生。哎呀，人心不古，虎狼之地，我得赶紧离开，一一晦气。没有灵力，连个院子都翻不出去。哎，来贼了！这么笨还做贼，哼！东西还没偷到，先把自己玩死。让我来审审，你要偷什么？哦，原来不是贼，是个田螺姑娘。哼，她也配。哎呀，还挺勤快。这姑娘不错。怎么还没走？怎么办呀？这以后再也见不到行云阁，让我怎么活呀？看来这姑娘是喜欢那病样子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这行云阁真是的，这么肥的鸡怎么还留着？他说我吗？那我给他做顿饭吃好了。他在说什么胡乱之词？像是坏先生！快快走！你这是人以全无，被我真打锅了一顿，还了得！吓死我了！你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你别跑了，我不抓你了，好吧？我又不傻啊！跟谁不跑？咱俩这样，你别过来啊！咱俩聊会天，差不多得了啊！啊，哎，你别跑啊！你说啊，这鸡。完了！时至今日，我方明白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的悲哀。本王沈凌在此立誓，你给我老血誓啊！今日若成一锅汤，他日必做厉鬼，杀上9重天，将那胡乱指婚的天君永不安宁。干嘛呢？行云哥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结果看到了这只肥肥的鸡，我跟你说啊，这鸡得赶紧炖了，要不就不好吃了。这鸡不能炖。你怎么才回来？啊，还好，还差一点就熟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就是想临走之前给你留个什么东西。明日我就要随爹去南下经商，可能就再也看不见你了。我平日里也没怎么见过你。不是的，我每天都能看见你，只是我都悄悄的。那真是太不巧，我好像一次都没有见过你。他怎么这么说话？确实，一次都没有。你该不会是过来跟我要见香礼的吧？这病样子，说话可真难听。这儿也没什么东西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这块布还是不错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
哎，这布不错呀。哎，你从外面帮我把门带一下。呵呵，田螺姑娘错付了。唉。 没后面。谁给我盖了个衣服？小桃，快走吧。星云哥，我是来和你道别的，我还有些话想和你说。此时南下，定是遍野桃花。我非良人。唉，这个人真的是生性寡良。小桃此去，再无归期，从此我们人生不相逢。多保重。哎，好机会呀！溜了溜了。得躲起来。这奇怪，不过睡了一觉，这体力竟然恢复得这么快。在院中，难道天地灵气尤其充足吗？还是说，因为那冰阳子给的食物有玄机，好吃的糕点，贼香的烩饭？来的怪！大
你这个疙瘩，好生生啊！把我扔水里干什么？你看，你跟这个土里挖出来的参一样。我呀，要好好把你们刷洗一下。还是说，你更想到那个小池塘里戏水啊？那倒是不必。哎呀，太挤了。哎，你搞什么啊？过了项就卖不上好价钱。哎，你卖的是这种参啊？不然呢？还卖什么参？你干什么？你以为是哪一种？什么哪种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。康阳，挺俊。你凑那么近干嘛？哎，笑什么？我是把他给啄傻了？你果然好本事。你倒是个怪人。疙瘩。幼稚。哼。还是先在这边样子家里住下吧。他这个院子似乎能让我身体恢复得快些。不过2、3日时间，莫方在我身上留下的伤就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另外，在这里也不用担心被人逮着炖了。虽不知我什么时候能完全恢复，但天上1天，人间1年，我在这里待着，也能赢得不少时间。盯着我做事？洗你的身吧，弱小的凡人。疙瘩，吃饭了。为什么又是素的？不吃啊？好吃也不能天天吃吧，这样会腻的。我想吃肉。没钱啊？偶尔吃顿肉都不行吗？你看起来虽不像有钱的样子，但也不至于很穷吧？就是没钱啊。可奈何我气质好。切，不是，你卖的那些野山参呢？那些啊，不是什么野山参，他们啊，就是很一般的南方土参而已。那卖了的话，也能赚点钱吧？不能卖，我要拿它们跟药铺老板去换救命的药。唉，这病秧子还怪惨兮兮的。这个行人也算是对我有恩，知恩图报这个道理我也是知道的，只是我身当羽职，杀敌对战在行，救人治病却不行啊。既然治不了这病秧子，那就让他在有生之年过上更好的日子吧。走你！唉，果然还是不行。这么多天了，体内气息依旧空荡荡的，连一个点石成金的法术都做不到。
试试。拿背篓和锄头，你今天不卖参啊？参还在晒着呢，我出门买点东西。疙疙瘩，你好好在家看家。等等，既然月之精华不管用，那干脆试试日之精华。若是点石成金成功了，正好可以买点好东西回来。哎呀，我也去。你这样如何跟我出门？集市里人那么多，一旦走散了，说不准你就变成一锅鸡汤了。你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拿一根绳子套在你的脖子上，牵着你走，你看可好？放肆！我陪你去集市是好意，出于感激，自然是要你抱着我，快点，抱起来。这就对了。哎呀，走路小心点啊，别太颠。放心吧，一切都听疙疙瘩的啊。刚杀的，还差一点点钱。哎，要不你再给我捡块石头？别戳石头了，放心吧，就当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。10个铜板便知天下春秋公子。你说你，喂，主人，这位体态圆润的公子，好福气，大福大贵之下。快来！10个铜板，我给你好好说一下你的情形。好，想问有什么科举之事？科举？公子这些年甚是苦读啊，但从未高中，对不对？犯大忌了，洞房花烛夜。金发提名时，古人云：先成章，后立言。反了！哦，这是大忌，应该先成章。哎呦，哎呦呦！呀！芳香扑来，今日就有桃花。
公子，你再给我10文，我告诉你今日讨伐在哪。好。这位公子，今日午时，你家中或有火气。你若此时再不回家了，将来恐怕会报有大害。哎，我说你个大蘑菇，你谁呀你？同行是吧？生抢是吧？咱们这行就这么没有规矩了吗？什么人啊？走。哎，公子，你别听谁说，他把你福气都说没了。我给你好好看看。哎呀，公子，你如若不信，回家一看便知。今天下午，我还在此地恭候公子。胡说！他胡说！我来。哎，公子，上套。我不认识他。哎，没有。哎，公子，你骗人呢？这是？这关我2两肉钱啊！咦，你这个倒霉玩意儿，你到底懂不懂规矩？不懂啊。不懂你瞎说什么？我说的是实话。你若是不信，反正下午你也不走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。如果被我说中了，你要心甘情愿的给我10文钱，如何？阿弥，贫道从不与人赌博。看你这个样子，我不服，我跟你赌。我要输了，我给你10个铜板；你要输了，你把那个肉鸡给我，干不干？哎，很安静，给我这，别那么多。竟然有一种被这么个弱小的凡人保护着的感觉，真是奇妙。别拿了。话说这天地诞生之初，分为3界，下界为尘世人间，上界为天域。天域为有兽类存在，兽类吸纳天地灵气，修习5行术法，化为人形，自称灵族。在天域之上，便是上古神的居住之地，天外天。上古神力量强大，各司其职，掌控时间，创造事物。上古神造人之后，人学了5行术法，飞升天域，自称仙人。因为越来越多的仙人来到天域，身足于灵族，争执不断。经过千万年战乱，仙族与灵族终于定协议，分居天域地，为仙界、灵界。你是不见棺的，呼噜泪。啊，没欺负你啊，5时已到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真是这么多年，我就没见过人上午比下午说话。你怎么这么能装呢？来，把肉鸡给我，我今日好好教教你啊！你看，凭什么给你？啊？你看，这不来了吗？恩人，要不是恩人让我速速回家，恐怕我的老娘已经烧死在了柴房啊！若恩人不嫌弃，我找2块肉，请恩人收下。那我不会。哦，
今年会不读书，明年必考得功名。谢恩。哎，高原，在下刚才有眼不识泰山，莫怪莫怪。要么高原也赐在下一番。好啊，你呀，今日必有血光之灾。哎，听说那个王半仙没赚到钱，还赔了10万，回去被他夫人打破了相，当真有了血光之灾。是吗？你当真会算卦？能算个1、2吧。这谁教你的？天生就会。哟，道破天机可是会遭天谴的。我知道啊，要不然我怎么会每天都喝药呢？天行万物，有得有失，万事总是平衡的。区区一个凡人能窥得天机，且窥探得如此仔细，可想而知他的身体受凡世的力量必定也极大，怪不得一脸短命相。而他居然与天道抗衡，活到了现在，这个病样子不简单啊！哎，你既然天赋异禀，有了这本事，为何不靠算卦为生？像你这种有真本事的半仙，专为高官富人来算卦，即便是1年算个1次，也能让你的生活过得比现在好10倍吧？这算卦真的算不上什么好本事，害人不利己。我不靠它，我也过得好好的。玄元，你每日做的吃食里面，是不是有什么提补元气的料？你且拿来，我研究研究。你认为我这种人买得起那种东西吗？唉，是啊，他是一个连肉也买不起的家伙，哪来的闲心在馒头里加什么补药呢？可我在这屋里确实体力恢复的比外面快很多。这些日子，内息也渐渐的稳定下来了，恢复人身，或许就在这几日了吧。来了，神仙，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能算过去、能占未来的神仙吗？啊，是你吗？你是吗？我原本是你要找的。只不过，那你帮我算一算，神仙，别闹了，别闹了啊！你帮我算一算，神仙，神仙，你帮我，帮我算一算，我能入伍15载的丈夫，他现在究竟在哪儿啊？咱们回吧啊！原来是军人夫。神仙，咱们回家。求求你帮帮我！别闹了，神仙，神仙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！回吧，神仙，别闹了！神仙，哎呀，弟妹，神仙，求求你帮帮我！待初登顶后，我定早日归来。芸娘，等我。我等你。我会一直等着你，直到你平安归来。帮帮我！哎呀，弟妹呀，帮帮我！这么多年了，咱不问了好吗？多久都要问，不管多少年，他都是我的丈夫。一日找不到，就再找一日，日复一日，总有我找到他的那一天。弟妹呀！
上了战场的人，一旦死了，或许连白骨也寻不到。不管亲人再怎么日复一日的盼，日复一日的寻。神仙，我求求你了，神仙，你帮帮我，你帮我起一卦吧。夫人，你先起。这卦真算了，请回吧，劳烦了。同乡之人，我归来，我在，但他不见了。难道好像死了在，我依旧寻不到他的踪迹，摸不到他的生死。缝好衣裳，无处可见；写好书信，无人能读。你让我有个念想，神仙，神仙，有一个念想。神仙，神仙。你看出什么来了是吧？为什么不肯告诉那妇人，她丈夫在哪里啊？我什么都没看出来。哎，这个行云能为了2两肉而救一个老人，也能眼睁睁地看着军人妇哭泣而无动于衷，他活得还真是随性又凉薄。而那军人妇身上的气息，果然气息更重了。自己太闲。弟妹啊，弟妹，快到我值班的时间了，我走了啊。你有什么事就去家里找你嫂子。而一夫须别乱跑啊！寂寥长守夜当哭，只会今夜无音讯。久别离人足路途，是与何尘难下笔，酒杯一啜，怕空壶。这心期间曾来往，水隔山遥望眼哭。娘，别再狗子了。我觉得我下辈子能跟你这么说。
你这一集，万一破了，都没人能帮你。兵不讲非死，破不讲义，免得伤了娘子送我这个主意。哥哥的萧敬远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来干嘛？走了，我回去了。过来，又来捣乱！你这憨货，别过来！撞干什么？撞你早死了！快起来，笨蛋！小心！这么大的人你看不见啊？人？什么人？唉，算了，你们凡人什么都看不见，你赶紧回去洗洗睡吧。今日白天，那妇人寻来的时候，我便感知到她身上有一股奇怪的气息。今晚跟来，果然发现了这人，或者说，是仙人。仙人？他似乎是那军人妇消失的丈夫，但他的气息非同寻常，应是仙人。想来应当是因忠心赤胆，战胜之后飞升为仙。此前人间也有此类传闻，但他迟迟不归仙班，应是仍眷恋人间，不舍得离开他的妻子，所以才用仙人元神的形态留在他身边，一直守着他，直到现在。他应该是为了如何运用仙术，所以他的妻子看不到他。糟糕了，你把他激怒了，我现在没办法恢复人形。那我帮帮你吧。怎么帮？你帮我拖住他片刻。
他在你身后。谁呀？快点！我就不饿呗。你是他悬了15年的丈夫吧？你知道他一直在寻你，等你吗？你想让他看见你在哪儿吗？可以吗？星云，可能布阵。既然都插手这件事了，那不如把事情办到最好。只不过事成以后，你不要后悔。夫人，你夫君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